他才刚满2个月，男人就迫切把他带来赌场作为力挽狂澜的资本。可幸运宝宝突然举起筹码示意下注红色时，男人却嗤之以鼻地认为是在调皮捣蛋。不料下一秒9. Rot impair manque。这样的结果让男人瞬间难以置信，因为从专业的角度来说，80年内都没听说过这样的下注手法。于是立刻好奇般对宝宝展开运气含量测验。他首先把2枚筹码叼在嘴里，接着再任由宝宝挑选下一把的开奖颜色。看到黑色的筹码被拿走，男人又转移目光，死死地盯住轮盘。28. Schwarz pair pass。看到宝宝竟有如此好运，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男人还是选择相信，因为只要把筹码下注在幸运宝宝所选的颜色，那就能赢到赌场明天关门大吉。于是为了逆天改命，过上向往的生活，男人再次把筹码叼在嘴里，任由幸运宝宝挑选。看到是红色时，男人毫不犹豫地梭哈全部身家2万块。随着小球快速在轮盘里跳动，男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小球竟真的奇迹般停在7号红色位。7. Rot impair manque。男人中了，2万瞬间秒变3700万，这让男人激动得溢于言表。如果你也想要沾沾宝宝的好运，此时只要点点小爱心，留下发，宝宝的好运势必降临在你身上，同时保佑大家家庭美满、幸福安康。2024红红火火发大财。就当杰拉沉浸在中奖的喜悦中无法自拔时，荷官却突然告诉他没有中奖，甚至下注的红色区域根本就没筹码。可杰拉一听当场就懵了，本来以为荷官只是给自己开个玩笑，不料有备而来的工作人员竟然直接把监控摆在眼前。丝毫不想跟输掉钱的杰拉辩解，原来刚刚接到房东的催租电话时，却不慎把全部家当压在了黑色区域。带着悔恨和不甘离开赌场的杰拉瞬间就慌了，除非时光可以倒流，否则2个极其要好的亲兄弟知道这件事，肯定会把自己大卸8块。毕竟这最后的2万块钱家当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日常生活开销。为了尽快填补这个缺口，于是杰拉就找到拳击馆的好朋友麻子出谋划策。可听到只能去富婆家当游戏陪练，且运气极好的情况下还会送房送车，杰拉当即就不乐意了，并表示就算死外边从这里跳下去都不会接这份差事。夜晚，2兄弟看到婴儿的到来瞬间就被震惊，他们没想到杰拉出去1天竟然捡回来个女儿。虽然大哥热烈地表示欢迎，但现在更关心的是拖欠的房租问题。问到杰拉有没有如实把2万块用来交租时，他的回答却总是有些支支吾吾，因为心虚甚至都不敢直视血浓于水的亲兄弟。可萨米对此也并未多想，毕竟都是兄弟，难不成还会撒谎不成？而3兄弟为了照顾好这个家庭的新成员，就一起睡在大厅认真守护。但也正是因为宝宝的到来，才彻底改变颓废3兄弟的人生轨迹。准备睡觉之前，杰拉也说起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本来3兄弟经营着一家婚纱店，但经营不善却导致付不起房租，于是就把家里唯一值钱的黄金首饰准备卖掉。可杰拉刚出门不久，就遇到1年多不见的前女友安娜。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优越感，杰拉就开始习惯性的满嘴跑火车。Versuchst du immer noch mit krummen Geschichten reich zu werden? So, nein, schon lange nicht mehr. Ich habe jetzt einen Handyladen. Ja, klar. Wirklich, glaub mir. Hier, das sind meine Einnahmen. 安娜此时意识到，曾经对他的期望有多高，失望就有多高。因为杰拉说话做事还是和以前一样不成熟，除了失望，更多的是悔恨。直到2人不愉快的分别，安娜甚至都不愿意说宝宝的父亲其实就是他。然而杰拉转悠一圈准备回家时，发现安娜竟因为车祸竟然被抬上了救护车，可没断奶的婴儿却遗落在街头。本想上前去劝说一起带走，但被工作人员以事情紧急为由先一步离开了。一开始杰拉是不愿意照顾前女友的宝宝，直到来到医院，不管是找到护士还是看望受伤的安娜，杰拉还是动了恻隐之心，本想把婴儿放在走道一走了之，但他的良心不允许，于是带着宝宝准备回家时，却不小心看到路边的赌场小广告。说到这里，杰拉的故事也就戛然而止。兄弟们听完，对照顾宝宝一事表示非常支持，但杰拉知道，如果这件事不赶紧处理好，恐怕到时候兄弟们知道都会离自己而去。于是次日他就立刻找到房东，说自己的宝宝得了病，急需一笔钱去医院救治。可这样的谎言对于房东而言，他根本就懒得理会，更何况本就已经拖欠了一段时间，而且法院的传票也早已送达。眼看没办法骗过看起来睿智的房东，杰拉只能在填补2万的缺口上另想他法。为了尽快搞定这件事，杰拉先是把宝宝交给看店的2兄弟，接着来到当地最大的银行，但工作人员经过审查发现，杰拉当前的资质不适合办理信用卡。本以为这件事到此结束时，却发现曾经被自己欺负的同学竟是银行经理。被邀请到办公室后，古娜为了报复以前经常欺负自己的杰拉，于是就表示只要能在市中心一丝不挂买杯咖啡过来，到时候别说是信用卡，哪怕是申请100万贷款都不是问题。Von jeder weiß, dass es ein Kinderstreich ist, wenn ein Kind nackt in den Laden geht. Ja, aber in meinem Alter, da denken alle, wenn Psycho friert, ja, und rufen die Bullen. 这样的嘲讽对于古娜而言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因为他知道自己这个落魄的发小肯定还会来的。杰拉出来银行之后，果断联系了拳击馆的麻子。相比起一丝不挂游街买咖啡，突然发现去富婆家当陪练也没什么大不了。
快到傍晚的时候，杰拉果然仪表堂堂地出现在富婆家门口，表明了自己的来意和优势。即便是面对富婆的一些言语羞辱，最终他还是向现实妥协。可进来听到只有400块，杰拉当即就不乐意了，但在离开前还是想多争取一下。Hören Sie, ich habe ein Riesenproblem, ja? Ich brauche dringend Kohle. Oder ein Polo. 面对这样的无理要求，最终富婆觉得杰拉肯定是想钱想疯了，否则提的要求不然不会这么离谱。虽然俩人的交易现在没谈成，但两人的瓜葛并没有就此止步。回到家后，看到大哥三弟悉心照料宝宝，杰拉心里的负罪感就愈发强烈。他不知道在赌场输掉的2万还能瞒多久。可次日准备出门找宝宝亲生父亲前，萨米却突然提议一起留个纪念。于是4人就这么合照了一张相片，但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次合影。最后经过多方面打听，才找到安娜前男友卡斯帕。听到杰拉说这个宝宝是自己的，20岁的卡斯帕简直难以置信。刚准备给家人打电话报喜，杰拉却在给宝宝换尿布时突然发现屁股上竟然有和自己一样的胎记。然而卡斯帕还没搞清什么状况，杰拉就已经带着宝宝来到了医院。他怎么也没想到安娜竟然给自己悄悄生了个孩子。可就当准备起誓保证之时，大哥直接一通电话打了过来。Nachmittag da. Hast du dem Vermieter das Geld gegeben oder nicht? Kannst auch stehen, wie du. Ja, steh mal ganz kurz. Ja, ich... Doch, ich hatte... Warum waren da heute irgendwelche blöden Nachmieter da? 原来就在刚刚，房东找的中介带人过来看房，可萨米却对此感到非常气愤。如果房租真的有按时上交，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但杰拉还是不敢直面这个问题，含糊其辞的挂掉电话后，随后就一丝不挂的出现在古娜办公室。本以为这样就可以换来高额贷款，殊不知这只是一场报复而已。甚至古娜还叫来了同事一起围观。现在不仅钱没着落，而且还被狠狠的羞辱了一番，砸掉了古娜拍视频的手机。杰拉再次找到了拳击馆的好朋友麻子，可2万块又不是2块，但麻子还是又给他出了个馊主意，就是到时候一起去抢劫下班后的手机店，他来放哨。与以往不同的是，杰拉竟然真的拍板同意了。可这件事终究还是纸包不住。于是他决定在行动之前，还是把赌场输钱的事告诉自己的2位好兄弟。本来当时是想把钱翻1倍，但没想到自己竟然输了。现在不仅婚纱店要保不住，而且还向自己大哥说出了后续的解决方案。Im Kopf, ja, ich habe einen Plan. Was für einen Scheißplan hast du, ne? Kleiner Einbruch. Ja, die Straße ist easy und sicher. Mann, Sunny, ich weiß... 萨米真的是恨铁不成钢，但又对自己兄弟无可奈何。可杰拉也怎么没想到，不就是输了2万块而已，自己的亲兄弟竟然上手。到了晚上，曾经一起守着宝宝的兄弟，也在这一刻离自己而去。但这也更坚定了要抢手机店弥补过错的决心。于是次日，麻子早早的在楼下候着。可杰拉刚准备进入商店，就听到麻子说后面有人跟踪。然而回头一看，却发现是自己大哥。为了婚纱店可以继续经营下去，萨米也是没办法了。可正准备大展身手时，却被装修的工人发现，并且还立刻打了电话报警。当2人还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中，下一秒佛伯乐就闻讯赶来，而帮忙放哨的麻子见状却直接溜之大吉。听到外面的佛伯乐喊话，兄弟俩也知道情况已经不容乐观，于是为了担责，一开始2人都希望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可这番为彼此着想的心态，也终究只是在做徒劳之功。然而就在此时，安娜却突然打来了电话，听到女儿的名字叫娜拉，杰拉激动之余更多的是悔恨和茫然。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安娜母女俩。最终入狱之后，哪怕盗窃的只是模型机，但也需要拘留1晚。可这让赶来看望的安娜和梅苏非常失望。Ich denke, du hast aufgehört, Scheiße zu bauen. Hm? Als ob das nicht reichen würde, ziehst du jetzt auch noch Nala mit rein. Anna, Märchen. ich habe versucht, den Brautladen zu retten, ja? Du hast überhaupt nichts dazu gelernt. 失望的不仅只有安娜，还有步入中年的大哥。他没想到自己的生活明明就要步入正轨，而且还在培训班认识了一个非常要好的女性朋友，并约会的时间就是在今晚。但没想到的是，拘留也是在今晚。然而过了今晚，婚纱店不仅保不住，以后的住处也会被房东赶出来。可造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却是自己最信任的2弟。次日天一亮，萨米从监狱回来之后，就看到苦心多年经营的婚纱店被法院强制执行，虽有不甘，但却又无可奈何。最让萨米失望不是当前的局面，而是杰拉那不以为意的态度。当萨米再次回到培训班，劳拉就对他的突然爽约非常不开心，但还是希望可以听到真诚的解释。可萨米却把希望寄托谎言，说自己昨晚是正义的化身，拯救亲兄弟于水火之中，但这仅被劳拉一眼就识破。Warum erzählst du mir nicht einfach die Wahrheit? Ich war eine Nacht im Knast. Okay. Gibt Schlimmeres. Mach's gut. 看着劳拉就这么离开，夜晚萨米也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变得极容易暴怒。而流浪的杰拉在车里度过一夜后，次日他再次找到拳击馆的麻子，可这次他没有再出馊主意，而是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如果真心想弥补自己的过错，除非能修缮兄弟间的感情，才能让安娜刮目相看。听完麻子的建议，杰拉立刻把自己的小车卖掉，和车贩子达成了交易后，第一件事就是为安娜买一辆漂漂亮亮的婴儿车，接着又把好兄弟的缝纫机从法院赎回。萨米收下缝纫机后也没多说什么，虽然目前做的这些微不足道，没有立竿见影，但这些改变都看在眼里。过了一段时间，又看着杰拉日复一日的坚持，大哥萨米还是心软了。
nicht hören, oder? Ich meine, du hast aber auch nicht vergessen, dass wir Brüder sind, ja? Und was Mama geschrieben hat. Seid euch nicht fremd in der Fremde. Ja, Mama hat aber vergessen, dass Deutschland für dich und für mich nicht das Fremde ist, sondern die Heimat. Und in der eigenen Heimat, da kann man sich schon mal fremd sein。大哥发泄完心中的情绪，又有三弟在一旁劝说，最终三兄弟还是重归于好了。可同时也意味着接下来的问题，三兄弟要共同面对。大哥的中年交友，杰拉的父亲责任，弟弟的音乐梦想。一开始萨米之所以会如此重视这2万，因为不仅是房租的问题，更多的是想要一份事业和收获一份感情。而梅苏就比较简单，自从告别了街头游唱乐队，他就一直希望当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并且自己还创作了一首歌曲。可这些都随着输掉的2万块钱，几乎让情比金坚的三兄弟险些分道扬镳。用完了早餐，紧接着三兄弟来到社区的活动中心。正当杰拉在找安娜之际，突然就被富婆走过来轻声细语的打招呼。而杰拉反击完，刚好看到房东也走了过来。Entschuldigung, wie reden Sie denn mit meiner Mutter? Herr Holzapfel. Ja. Das ist dein Sohn? Woher kennst du denn diesen hübschen jungen türkischen Mann? Er war meines Wissens einer unserer Mieter in dem Gebäude in der Brückenstraße. 看着儿子的离开，彼此2人脸上都快笑开了花。知道这件事后的杰拉立刻找到好兄弟，说现在有把握拿回法院查封的婚纱店。萨米和梅苏听完，三兄弟脸上的笑容瞬间都咧到了后槽牙。随着社区活动的展开，杰拉也趁此机会上台。自从知道自己已经是一名父亲后，压抑心中的爱和那些曾经的幼稚，此刻他只想为安娜遮风挡雨，当一名合格的父亲。而安娜听到杰拉的忏悔和保证，终究还是心软，愿意再给一次机会。而大哥也接着上台的机会，再次和劳拉冰释前嫌。虽然以前每次约会总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但这次2人约定以后都将坦诚相待，谁也不许撒谎。婚纱店重新开业之后，梅苏终于圆了一次当主唱的梦，从此一家子就这么过上了幸福的快乐生活。